欢迎大家啊。等一会儿啊，我们稍等片刻。看见老师说话啊，好，同学们下午好啊。好，欢迎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我们老师呢，今天老师是在室外进行写生啊。我们今天讲一节写生课。那我们首先先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环境啊，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老师这一幅作品打算怎样去构图。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现在的景致啊，我们近景呢，是不是以树木，一个主要的树木为主？它包括了什么？我们讲的树分四枝，前枝、左右后，是不是？这个树在这个树形上包括了我们讲的树分四枝，然后像我们中景部分，是不是？我们下面是什么？是个小河。我们可以什么？增加一些点景的东西，比如说加个什么小桥，是不是？小木桥、小石桥都是可以的。再到我们中景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中间远处的山峰，是不是？然后到我们的稍微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远处的小村庄、小房屋。这样我们这个构图里面包括了我们画面所需要的很多题材，近景、中景、远景，对不对？那老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构图形式啊。那我们正好今天也是在太行山里边，然后这边正好有这个石头，朋友们，咱看看这是不是我们经常听老师讲课的朋友对这个石头的皴法啊有没有认识？我们有没有朋友们这个熟悉不熟悉？对，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常会讲到，我们北方山石常会用到什么皴法，对不对，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可是看到了啊，我们的太行山属于典型的北方的山石结构。它是什么结构？是不是？它是什么皴法？这样我们能直观的看出来啊，我们能分别出北方，对吧？南方的山石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对，有朋友说是折带皴，有同学说腐皮皴，对，结合的比较多一些啊。那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今天的写生怎样去进行一个取景。然后我们的新朋友们把我们的关注别忘了点上啊，点个这样一个粉丝灯牌，开播会有开播的提醒和推送的。来，我们这个写生也是啊，我们常讲什么？识古人不如什么识造化。我们翻看这个，我们大家翻看是吧？画这《西山行旅图》，他就讲过这个。识古人呢是他的什么技法？然后我们呢识造化就是我们的到我们的大自然中。还有夹子吗？不用，用一个吧，用一个夹子就可以。对，这个可以。对，能夹住吗？不行，这个太厚了。算了，就这样吧。来，这样挂不住是吧？挂不住，是吧？我们也是啊，为什么常讲什么识古人、识造化，是不是？识造化就是我们的，在什么，在我们的大自然中寻找什么？寻找我们的创作灵感。古人只讲的什么？固定的技法，是不是？那我们把这个镜头稍微挪一下，因为现在这个镜头，来，老师拿着，他这不看不见景，你把这个往这边来，我到那边去，好，这样大家就能看到景色了。得，你再往那边挪，再往那。对，对，再挪，你，对，好嘞。我侧过来是吧？对，好。对，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个室外写生，咱先画这根树啊，朋友们。我们先把什么？我们这个写生也是要先什么？懂得什么取舍？就是说我们先分清，近景、中景、远景。我们刚才讲了啊，我们今天的构图方式也是啊，近、中、远这样去构图。我们先什么？先从近景的部分开始啊，也是我们讲什么？树分四枝。我们经常会讲，没见到我们真实的树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在什么？在写生课里边，
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真实的树，我们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也是什么？先有先分树形，大家注意看，我们先把树头的部分先勾出来。我们写生注意什么呀？注意要概括。和我们什么？和我们创作不一样啊！我们先要什么？它的树形以概括为主。讲什么？大家注意看啊，我们的这个现实中，对吧？它的树也是特别复杂，大家注意看，它的树枝特别多，很复杂。我们怎么去把它画出来是要精简概括。讲什么？讲主要的、好看的树枝，我们去画。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树是吧？这个树干，把它勾出来。前面呢，先画前面的树枝。我先把近景前面的树枝画出来以后，我们先什么？也是分什么？这个前后左右。欢迎朋友们啊！老师现在在太行山里边，在平山，河北省平山市是吧？对，平山县。平山县。我们河北省平山县。这是我们很典型的太行山的这种石质结构，在我们的平山县里面，这山石结构特别明显。你看，我们先什么？我们先画什么？今天先画树的部分。下面我们有时间呢，可以画什么？画我们的山石结构。主干，前面的过来到后面，大家注意看画后面的树干的时候要交代清楚。主要的树干，你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可以看树干已经我们简化了很多。是概括为主。还有注意，我们也是用笔的时候，大家注意看画树干，要有什么？有干有湿。我们是不是？我们用笔的时候会讲究中锋侧锋，用墨也是要有注意什么？干湿浓淡的变化。那我们有朋友问说背景以后咋画？朋友们慢慢的在直播间蹲一蹲我们边看老师画画，边给老师点点赞赞。我们看看我们老师是怎样组织一张画面的现在老师画的是画面右侧的那一棵树那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去讲过我们的树枝的穿插了。那我们现在呢，老师在画的过程中呢，也是有取舍的，咱们不是去照抄它。对，对，看出来了，栏杆里的右侧的那一个右侧的树。老师画到哪儿，我们给大家把镜头挪到哪儿大家开始这个，我们也是要是说到大自然写生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懂得一定要注意什么？取舍关系，这也是我们写生这边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同学们到大自然一看，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致，是不是特别漂亮？是不是树也多，山石结构特别复杂？就会什么产生？哎呀，这画什么地方？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就会忽略这些问题。会给大家把我们的写生课都会更新进我们的课程里的朋友们，写生内容我们都会分别放在我们的2个课程里面。大家注意看，我们今天这个树前是不是有了？右边的有了，我们缺少什么？是不是缺少后面的树枝？大家注意看，我们后面树枝在什么这个方向过来？
它是以淡墨为主。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大自然中的小树枝，我们讲过。大家注意看啊，哎，我们这张小树枝是一种向上的。它的穿插比我们想象的，比如说经常临摹作品的时候，你看到的结构啊，有的你就是感觉不出来老师为什么要这样画。哎，我们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就可以，就知道哎老师的这种穿插呀、小树枝的表现呀，我们其实都是这样，都在大自然中哎观察大自然，提高我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创作力。好，你看是不是？咱们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树干来说啊，这个树枝特别复杂，是不是？但是我们把它总结到一块儿，你只要把什么主要的枝干交换出来就可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树形。好，下面啊，我们可以增加山石的结构。带种的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有时候吧，不是说你单一的看见，就是说照抄下来，我们大自然东西照抄下来啊，一定要懂得。哎，有时候我看到了左边是不是远处的东西？哎，还有画外的东西啊。我们常讲什么？画外之意，意外之妙。你看，大家注意看，我们画的这个山上，大家注意看，我们再用画面动的话，在我们的左边远处，它就有一块山石。哎，我把它安排到我们近景部分，你看，是不是？哎，我安排到近景部分，可以。哎，我们小栏杆组织，这是我们组织画面的啊。其实我们这个现实中的小栏杆是什么？是这个钢制结构。哎，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什么？哎，木质结构。好，哎，这是我们的啊，左边部分完成以后，你看，在我们的现实中啊，大家注意看，我们中间呢是个什么？哎，是个小河流。哎，小河流，它是没有什么，没有小桥的，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组织画面，添加它的哎意境，是不是？哎，你看啊，我们在中间部分，我们在那个右边是什么？远处的一个小山坡。哎，小山坡过来。明天给大家把这个高一点放，要不然栏杆都挡着他们的镜头了。这个是吧？把这个画上。对对对。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啊。我们新朋友们把我们的小赞点一点，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有一个可观性啊，老师把这个画架子抬高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正好一边能看到景色啊，一边能看到老师这个画画的这个场景，这样更直观一些啊。我们把这个架子给大家去抬高，对，老师就站着画吧，啊，抬高一点，对，这样的话你能看到那边的河面了就，哎。好，这样能看到了吧？好，这是不？来，我给大家这样抬高一点啊。好，哎，可以。好，这样大家就能看到我们的水面了。好，来，你看啊，大家注意看，我们中间是不是？哎，我们中间是个小河，也看到水面。哎，我们先什么？先把右边，大家注意看，我们远处是不是？哎，有3层，是不是3层远山？大家注意看，我们画的时候注意写生也是注意什么？
观察它的结构，山石结构。刚才同学就说了，哎，老师，我们老师讲过，在我们课里讲过，是不是？什么折带村呀、斧劈村，你看，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啊，大家注意看远处，典型的折带加斧劈。注意什么？注意它的山石的转折，还有结构。大家注意看，我们用泼墨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画这个直播间讲过这个泼墨的方法。为什么用泼墨？大家注意看我们的山形上面啊，大家看远山上面这些植被，是不是？它都是什么一层一层的这种植被？我们不能说你会画这个什么样，你把那一层的植被你去勾出来，是不是？哎，概括的去表现它，就是用什么？哎，用一点泼墨的方法。用什么淡墨？大家注意看啊，也是用淡墨先点出来。你看，大家对比一下我们的现实中，你的山顶上的那种植被，是不是这种感觉？老师用的卡纸是38×38的。对。也是我们前面啊画那个小品呢，也用了这个尺寸的啊小卡纸。淡墨完了啊，用稍微重一点的墨，稍破一下。好，你看这样啊，我们看中间的河面是不是？哎，这样水面宽一点，我们把它再变得窄下来。下面的靠近水面的结构，大家注意看它的结构，哎，转折。他画这个，我们画那个写生的时候也是，它的山石结构其实都跟我们的平时画基础是一样的。你看它的折带村竖横过来，都是这种结构。你看，然后到我们的立面的时候，哎，竖村就是小斧劈、大斧劈，哎，结合到一起。你看，这中间，哎，我们是水面的地方。你看，如果我们这样留出来，是不是觉得，哎，中间它没有什么气息相通？哎，所以说我们可以在画面中增加点景的东西，加一个小的石桥。哎，加个小石桥。哎，这个石桥，同学们看啊，它不能和我们不要画的桥墩画的太高，哎，稍微画的石桥呢，让它石墩呢矬一点、矮一点啊，不要太高。你看。这是我们的进行的水面，哎，这样我们能过去，是不是？其实到后面啊，同学们，哎，仔细看的话，能看到什么？哎，在我们的这个山峰的后面有什么？哎，这样的结构，什么？哎，种的梯田，
小梯田，一层层的小梯田。来这看，近景的树木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算我们的画面的中景部分。我们其实临摹只是一个什么初步，是不是？哎，不管什么临摹什么，我们的传统的现代的作品，它都是一个初级的开始。到后面一定要什么？我们要写生。为什么？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画家常讲什么？就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读的书来说，只是掌握了它的理论知识，还要说多出去写生，到大自然中。找寻什么？找寻一种创作的灵感。很多画家都是经常什么要去写生，然后形成，也是从临摹开始，到后面写生，再形成个人的很明显的风格。写生也是什么？哎，锻炼我们的笔墨功夫。比如说，哎，我们画了以后，很多时候没有去实践。写生就是对我们的笔墨掌握的一种实践。远处到远山的时候，它的墨，大家注意看，它就有了变化。中国画和我们这个常讲什么？中国画和西方画和西画它有什么区别的地方？西画是以色彩，是不是它透视啊、色彩啊，然后讲究画的肌理。中国画是讲究什么？笔墨，以笔墨为主。你靠什么？靠我们的线产生不同的变化，还有墨，是不是？墨分五色，浓淡干湿，浓淡干湿焦，是不是？哎，靠这个我们去描绘大自然中的景物。新朋友们别忘了点个关注啊，因为我们最近2天都是在山里面进行各种写生，那老师会有录播，会有直播。大家喜欢山水、喜欢国画的朋友，点上个关注，点亮个粉丝灯牌啊！开播有提醒，因为这2天的直播时间不是固定直播时间点啊，朋友们一定要点上关注，点亮粉丝灯牌，进入粉丝群里，然后开播就有开播的提醒和推送了啊，咱就不会错过直播了。感谢大家送出的粉丝灯牌，对，点亮一下，朋友们，树，是不是？大家注意看，哎，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强调，是不是？我们传统画里边小树丛的画法，现代作品里边也会讲到小树丛的画法。看，我们到大自然中去写生，也会用到，哎，这种树丛的处理方法，是不是？哎，简化。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画的时候要简化它的很多这个结构？我们画小树也是，记住什么竖线、横线，是不是？我们常讲这个。有的朋友来的晚，是不是？右边的山呢，我给大家再转一下啊。老师画的是这一块儿，哎，我们把这一块老师进行了一个归纳和提炼，加了一个这个小石桥，前面是我们的水面啊，画的是这一片。这个树呢，画的是我们这个对，左边那个，对，是吧？右边那一颗啊。好，下边啊，哎，我们右边这一部分山的地方，你看啊，大家注意看，它的山顶的植被，我们用什么？用这种泼墨的方法把它处理出来。
淡墨，用浓墨去破一下。你看我们还有什么？远处小房屋，在我们的空白的地方，大家注意看，空白的地方我去加一下。看，我们是看到的啊，在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小房屋是什么？是远景。我把它拉近它，你看，做成一个中景的房屋。我们这样去处理，你看。我们写生也是，每一次就是说，有的同学就到山里边也是啊，我也是到山里面是，来了以后心情特别什么激动，很多时候我们写生都以是感性为主，特别冲动，觉得来了就想画，确实也不知道画什么，来了以后觉得都可以入画，看到的所有景致啊，都想画到这画面里边。所以说我们开始画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地方，我先什么？先看我什么地方需要加进去。比如今天的画面是不是我们2棵树，取1棵树就可以，需要什么，留下来。右边也是啊，我们需要什么留下来的，需要裁剪过去的，就是懂得要学会什么取舍。一个是构图，一个是取舍。到后边，好，来看啊，我们主要的，你看树的部分，右边远山的部分，那个右边近中景远山的部分，我们看远山怎么去画，也是啊。到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远山已经就是灰蒙蒙的一片，是不是？我们就需要用淡墨给它表现出来。画眼山也是我们，这种卡纸的时候画眼山可以水墨的这个水分呢稍微可以大一点。画完以后，我用什么？用清水，把下面虚下来。我们这个太行山呢，它的山的特点很明显，就是你看啊，就和我们远山一样，比较什么浑厚，都是比较方正的那种这个外形。课件在哪里观看？拍了课程以后，我们的课件在学浪观看啊，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课堂也可以观看。课程给大家设置的是长期有效的学习，里边包括有1号课已经更新了180课时了。我们最近几天的写生内容同样会给大家直接放在里边啊。大家这个喜欢山水的话，1号课程是一个必入的课程，因为里边老师也是从零基础讲起的。我们前面讲了我们的各种的山法、石法、术法，讲了很多的基础课，里边还有将近100多幅的100多幅的我们的完整的范画，都是从先画墨稿，再讲上色。有小幅作品，也有大幅作品。大幅作品呢是4尺整张的啊，朋友们，我们这个1号课是一个就是非常划得来的课程，喜欢的话不要犹豫，因为5一后我们这个课程就要调费了啊。现在拍，今天还能享受我们的99的福利价。最近几天我们是在山里写生，直播时间不固定啊，朋友们，因为这个要一个是看天气，一个是看我们寻找的这个写生的地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粉丝灯牌去点亮，这样开播就有开播的提醒和推送了啊。
我们平时在室内直播是3点半。对，我们写生也是，不是说你一个地方就固定下来，很多时候就是有的地方，需要我们先选景，适合画不适合画，要取景，所以它时间都不固定啊。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上，关注的时候只要是我们直播就不会错过。写生也是我们这个山水画里边很关键的一步啊。画完以后啊，整体的啊，你看我们整体完成以后，竖的部分、中景、远景，大家现在看什么？哎，我们画完以后，大胆的取舍完了以后，我们要细致的收拾局部，比如说我们山石的明暗结构。会的啊，这几天的写生都会更新在我们的课程里，包括1号课和2号课啊，朋友们。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说，现在拍我们的1号课是个特别值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本来应该是180课时，我们给大家又放了很多的基础课程，还给大家会把写生内容也放进去啊。但是您要拍课的话，一定要在这2天拍，因为5一以后这个课就调费了，我们再拍的话就没有99福利了啊。还要注意什么，同学们？还要注意什么？虚实的对比。我们讲了啊，构图，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近景、中景、远景，虚实对比。你看中间的树木是不是？哎，我们就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远山近树。大家能不能看来？我们看这个小稿以后，咱们看下写生稿，能不能感觉出什么地方是实的，什么地方是虚的？是不是？哎，我们树的地方，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哎，它是以实为主。我们到什么远山部分，都是以虚为主。这样我们常讲什么？哎，虚实有致，而空间自生。也是写生也是讲究什么？也是为了体现我们的这个空间感。树干，你看我们写生了解了什么？树干的它的前后左右的关系，还有什么小树枝？大家注意看，小树枝的枝杈和小树枝的这种衔接关系。本来啊，大家注意看，我们本来啊山里边现在是有雾气啊，但是山脚下边它没有云。哎，我们可以在什么呀？你看，在山腰的部分，我可以加一些云的云雾啊，加一下云雾。加了云雾，我们的画面呢，一个是有了意境，哎，拓展了我们的这个画境。我们不是什么啊，大家注意看，我们写生不是什么死搬硬套的。我把这个整个我看到的，我满眼看到的这个景致，我都收入到这画面里边，是不是？那样你的画出来就什么？它没有主题思想。你要想表达的什么，你表现，对不对？你表达不出来。好，我加一些中间加一些云雾。
水的地方，我们是个什么？哎，中间是个小河流啊，水面小溪流，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哎小的碎石，看。其实我们看那个山石它的结构啊，真山里边我们这个山石结构很丰富，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照搬下来，所以说我们把它精简下来，捡几个主要的结构，我们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你看，也是啊，我把山的那边的几个主要结构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不用说画的太复杂。其实我们写生也是追求什么？也是寻找我们的一个素材。哎，我们画这一部分，这是一个小品，是不是？哎，然后我们再看到别的景致，再去画下来，然后我们把它组成画面，哎，一部分一部分的把它组织在一起。新朋友们别忘了把我们的关注一定要点上啊，点上关注，点亮粉丝灯牌，这样的话开播就有开播的提醒和推送了啊，朋友们。因为我们这几天呢是户外写生，所以呢老师的直播时间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啊，朋友们。我们的很多画家都很注重这个写生。那老师画到这儿了，那我们的老朋友们，咱们觉得前面那棵树，如果我们是画叶子的话，应该画点叶合适，还是画夹叶树合适呢？对。来，有没有老同学在？感谢大家点亮的粉丝灯牌，对，左上角啊，点亮粉丝灯牌，开播会有开播的提醒和推送。哎，你看我们老同学都特别熟了，非常厉害，大家都说了点叶树，哎，画点叶。对。好。画成夹叶的话，就会有一点乱，对不对？对，其实啊，我们夹叶树和点叶树来说，夹叶树就是什么？它也属于一种虚的，哎，虚实对比的话啊，我们点叶是什么？以实为主，夹叶是以虚为主。它在画面上，我们在画面组成的时候，它也是两种树木组合在一起，它也是产生虚实的对比。我们常讲对比，是不是？哎，不管是我们临摹的时候，或者是干嘛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它的对比关系。就是今天啊，我们刚才也讲了。树的部分它是以实为主，远山是以虚为主，靠这个笔墨的这个虚实对比产生它的空间关系。所以说我们处理树的时候啊，到后面哎干了以后啊，现在我们画面是湿的啊，后面我们要点叶的话，是不是就要以重墨稍微重一点的墨去点出它来？也有朋友说不画叶子好看，也可以。也可以，所以说现在同学们就是为什么就是写生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的你去取舍。我也可以啊，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树，我觉得这个小树枝好看，也可以，对不对？你就可以不画叶子，我直接画这个树枝就可以。比如说需要色彩的，可以什么？我画完了以后，我想，哎，我觉得这个写生稿挺好的，我能不能加颜色？你也可以加颜色，不用画这个点叶，就可以直接用颜色。你比如说我想画这个春天的，你就可以直接点什么？点上绿点就可以。
是不是？如果同学们，如果我现在画的是什么，不是春天的，我要是秋天的，同学们会想不到，能不能想到我们上面点什么叶子好看？老师画了个墨稿，我们画了个小品啊，大概这个写生啊，画了大概30分钟左右。需要上色，画春天上色要，大家都想上色，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亮一亮，咱们老师给大家来画一画这个着色啊。老师画的是这一块，朋友们，咱们正好亮亮墨稿，咱们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环境啊。大家其实能看到，老师刚才画的是这棵树，然后呢，我们取景呢是取的这前边这一块。当然，我们取景的时候呢，老师是有一个取舍和自己的主观的一个这个想法，我们把画面进行了一个更加的完善。那我们明天呢，天气比较好的话，我们上午啊也会直播来给大家去讲我们的山石的画法。你看，朋友们。我们有山石的画法，就是常讲到的北方的山石多用什么？多用我们的腐皮皴跟折带皴啊，尤其是这一块的山石结构，大家应该能看得特别清楚，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老师平时经常给我们讲什么呀？经常给我们讲的技法的东西，我们到写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个确实是在老师的课程里面都是讲过的。对，这环境很美，这还有一个，这个这应该算一个什么呀？算一个这个小湖，是不是？这个小湖也是同样的，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跟九寨的感觉差不多。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景致很漂亮，确实很漂亮，四面环山啊。写生就和我们的什么呀？和我们这个创作不一样啊。写生就是简化它以后，我们着色也是啊，不要说要求说就和我们这个创作一样，颜色要求上的特别这个复杂，是不是？我们写生啊，记住概括一下。比如说，我们山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梯田是什么颜色？水面是什么颜色？树干是什么颜色？我们只要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所以我们用的颜色也不是很多啊。水墨淡彩啊。对，就是水墨淡彩，主要还是赭石、花青、藤黄3个颜色。赭石也是我们赭石里边稍加一点淡墨，我看见树干啊，我们这个现实中的大自然的这个树干也是偏什么呀？偏一点赭墨色。偏一点赭墨色，它不是我们想象的单纯的这个赭石的颜色。加一点，好。注意什么？注意我们这个小树枝的地方还是小树杈的地方啊，我们都要用什么？用赭石稍微的浮勾一下，浮勾一下，来。大家看看我们的写生就知道，我们强调什么？为什么这种山用这种皴法？为什么南方的山用披麻皴法？我们今天这2天看老师的写生就真明白啊。有时候我们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就讲究分南北山的这个皴法，就是什么？根据我们这个山的结构啊，山石的纹理。我们用不同的皴法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只是学了基础，知道了披麻皴、折带皴、腐皮皴，长披麻、短披麻。你到大自然上去印证一下，为什么？这个山石结构是这样的，是不是？你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心里就清楚很多啊。
下面的小山石也是。来一点淡淡的赭墨色。我们这个太行山的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它的山石结构都是以什么赭石为主，很少什么有绿色的啊，它都是以赭石为主，都是那种层层叠叠。到我们后边小梯田的地方，一点点的都透过来，上面呢稍微有一点绿色。放轻，调一点。远处的远山，到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灰蒙蒙的那种山这个颜色，所以我们到后面也是，只是呢加一点淡墨，让它暗下来。山顶我们是绿色的，山的它植被是绿色的，但是它也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亮的那种绿色啊。所以说我们绿色里边也加一点什么呀？稍微加一点墨色。上一点。还是我们中间啊，我们留的这个山腰的地方，我们留的云的地方，把它留白，淡淡的颜色。注意我们上色也是，我们写生是根据什么？也是根据我们的墨色变化上色啊。上色不要太重，不要厚，薄薄的去上。把我们的墨线，大家注意看啊，把我们的墨线要什么？要流出来。
远处的山峰，你看啊，远处山峰是不是？我们用淡墨呢让淡墨上来以后，哎，花青，哎，淡淡的花青。转过来，我们的景色里边啊，景色里边，对吧？它这没有这一块云的地方，我们是构图的时候把它加上去，加上去。你看，我们用淡墨是不是画了眼神以后，下面啊，远处的山峰，淡墨加一点花青，远处的山峰。这个我不能再用什么，同学们啊，我们看到后面远处的这个我们看不到的雾蒙蒙的这种远山，就要用颜色去上，淡淡的上。